今天要学的是内雕花，就是整个花是雕在内侧的，但是通过甲面侧面就能看出来，这个厚度是一定比其他的厚度要高那么一点点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这个甲片单，而是因为它胶量确实会厚，但是实际上上手效果的话，它不会有那么厚的一种表现，就整体来说还行。但是我们在操作途中，所以说做内雕花的时候，唯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需要咱们把这个花雕的越薄越好，又要薄而且又要有立体感。所以说内雕花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小问题就是一定要薄，一定要薄。一定要薄，而且这个薄呢，不仅仅说薄就看不出来，还得有立体感。所以说这个要求难度会有一点点的大啊。所以我今天会用2种方法，第一种呢用的是雕花粉。雕花粉系列，把步骤1的步骤，然后还可以用到什么？可以用到第2种，就是雕花胶。雕花胶做的话，也行啊。雕花胶着重给大家简单演示，还是以这个雕花粉为主。来，第一步去给指甲做款式。款式打底，大家可以拿一个甲片来跟着一块操作一下，什么甲型都行啊，甲型无所谓，来，这上面呢，我简单去给它做一个小晕染，然后呢，用这个透白色甲油胶，配合黄料笔去操作，随便做个晕染啊，这就用得到了。像我想做这种偏水墨那个色系的。这一个呢，灰色占的面积会大，所以说这个我会把灰色面积放到上面，向上面去，底下以白色，就是跟它稍微反向一点点，或者随机一点啊，随机一点点。你看不见，从这边。那个白色呢是在做对角的，这个呢我就把白色铺到中间，正好跟它反过来去操作，这个白色根据颜色面积大小去选择来，然后呢边缘去蘸着底胶啊，边缘蘸底胶过渡开，我直接就是一会儿我就快速把这个晕染打一个底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是比较快的一种方式。这样呢你们也能跟得上，一起去实操。边缘晕开，感觉比较乱的时候就该擦笔了，水眉笔上颜色过重了，就该底胶用湿棉片擦笔，晕开边缘啊，这个地方铺开。我感冒了，对呀，我感冒了，是的。一看你们就经常听我说话，天天听我叨叨的，一感冒声音都能听出来，是不是？随便铺一点，随便铺开些啊。看，好了，这是透白色它所在的一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先拿去照灯，先做一个晕染，简单跟着一块去做个晕染。然后接下来我用的是一种同色系的，我这个说实话从头到尾用的就是3瓶胶，一瓶灰，一瓶透白，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那个晕染液，还有白色甲油胶啊，不是晕染液，白色甲油胶。然后中间呢，如果需要晕染液的话，用晕染液叠加一下也好。然后主要是白色打底，然后灰色，然后再加上白色的这个甲油胶，纯白色甲油胶3瓶胶做出来的啊，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去试试。还有那些线条类的拉丝胶、彩绘胶，这就不用说了，根据大家需要去操作就好。好了，简单照灯，然后取灰色的甲油胶，这个如果有这瓶胶的话，用的是83号色哈，83号色，甲面上也是随机铺上它的颜色区域，把这个下面的数字盖住，因为这用的是一个贴甲甲片。好，稍微点上去，笔呢也是蘸底胶过渡开。你是跟水晶粉、水晶液无缘，一会儿没事用那个雕花胶做，我先用这个演示一下，你们看看，然后完了之后，待会儿再换一个形式，主要是看内雕花它的一个步骤，还有它的一些细节要求啊，内雕花的一些步骤和细节要求。这个说实话得可练上一段时间，你不可能说实话，我刚开始练的时候也练得有做了7、8个，它慢慢开始上道，所以说这个慢慢练不着急，做不好也无妨，好吧？一会儿我会把问题点写出来啊。来，然后擦干净笔，把这些带出去胶的部分给它过渡一下，稍微过渡。
想要白色占面积大，那么这个灰色就不要做的太乱了啊，不要点的位置太多，稍微点2下就得，对吧？点2下就得。点到这儿之后，我们来把上面稍微带一下颜色。好，就这儿吧。这一个简简单单的小晕染啊，偏这种阴雨天的那种感觉。照灯，照灯。款式打底啊，现在做的是第一步骤，款式打底，可以做晕染，可以做其他，可以做任何我们想要的一种风格款式都是可以的。这个时候我去取这个咱们的拉丝胶，用拉丝胶再给它底下打一个底，或者说你看当其他款式都比较复杂的时候，这个款式可以适当的减少它的一个感觉，适当减少它的底下凌乱的感觉，越简单越好。就比如说你要觉得拉丝太多的话不好看，那么就可以不拉丝啊，也是款式需要。然后觉得说是可以适当的再加点其他的晕染纹理的话，也是可以的啊。然后先拉丝，再加晕染。拉丝胶的这个盖儿别扔了，就这里面这个，时间长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发黏。我直接看看这样能不能用啊。然后我们要拉丝的时候，提前就想好我们的这个纹路要往哪边去拐，不能说是这个随由着他的性子来，就是你自己觉得，哎，我一会儿的纹路往哪边走会好看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往哪边去拐几下，尽量拉一些弧线。好，有粗有细 ，OK， 拿去照灯。我比较随意啊，要不还得擦这擦那，是不是？简单过一下。你是 ZK 是水晶粉跟水晶液，你闻的那个味儿受不了还是咋的？是受不了还是咋？还是过敏？自己雕在那里面的小花花。照灯啊，先照一会儿。照灯好了之后，我需要把这个线条包在内侧。一会儿我会把这个花雕在这条线上，把它当成花的支镜去操作，所以说，在这一层之后，我们可以涂加布胶找平，然后涂封层，上封层开始做雕花啊，我就直接上封层了。封层呢，大家选择一些这种就是这个钢化封层都可以。然后如果你们我昨天讲过是不是？如果说是那个用镀晶封层，你们又用雕花胶的话，容易打滑粘不住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在镀晶封层之后涂一层粘一点的胶，固态胶呀，或者说大力胶都可以，简单涂一点点，我们的雕花胶就能粘住啊。但如果用水晶粉的话无所谓，水晶粉、雕花粉都可以。我现在用的是钢化封层，然后因为这个相对来说没那么黏，没那么细。所以说我会用它来适当找平假面，打板嘛就能省则省，打板的时候能省则省，闻了就头疼恶心。我说实话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那样，但是后来就慢慢，我就现在好像就习惯了一样。包括这次我也是从那天想着，哎，我先试试这个水晶粉好用不好用啊？对，就试了一下，就从那天开始嗓子不舒服，就开始进入现在的这种状态。但是说实话，在不同的那个水晶液，有的水晶液它就是可受不了了，味儿可冲。但是有的水晶液味儿就比较淡，是真的。就是有的味儿我就受不了，但是有的味儿就还行。哎，涂上封层，看看整个雾感还是比较漂亮的啊。照灯，你们可以适当加一些那个纹路。好了，打底封层，封层之后，我们开始去用咱们的水晶粉，也不水晶粉啊，雕花粉，配合水晶液操作。它这个是不需要照灯的，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在操作途中又有几个问题点了。首先第一个，注意取粉量，然后第二个，注意粉液比例。第一个是注意取粉量，第二个是注意粉液的比例，第三个速度一定要快。你不能说等半天啊！刚开始大家做的时候打好底，不要直接上指甲上去做，先在一张油性纸上练习，或者在一张纸巾上，在一张这种透明纸上啊都可以。练好了之后，你再上指甲上去操作，啊！来第四个，这个因为干的速度特别的快，所以说这种
一定速度咱得跟上，速度要跟上，做好了之后这个东西就不可逆了，所以说这个得多多注意。第4个边操作边给大家去讲，现在是封层之后，我们去取咱们的雕花粉跟水晶液，这是雕花粉，白色啊，纯白色加白的，然后水晶液。拿一个这个小杯子，都会有一点点味道，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还行，味道至少没那么大，是我目前来说最能接受的一款，而且价格不高的一款水晶液啊。好了啊，一支雕花笔，就是专门可以做水晶延长的。但是这个因为它的笔毛比较大，所以说它里面的吸水量会比较多。如果大家用的是这种小小的笔，那么同样的，你看扁的，它的吸水量一定是少的。但是像这种价格因为比较低，所以它很容易散毛。像这种聚毛聚的比较好，一定要保养好啊，它可以用挺长时间。一旦不注意变硬了，这个笔就彻底废掉了，好吧？水晶液不是指咱们的胶还至少用卸甲包能挽回一点，这个是挽回不了的。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做雕花可以选用一些小笔，不要像我用的这么大，不要用这么大。然后先拿咱们的水晶液去开笔，开好笔之后，来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叫做注意取粉量。我拿一个别的颜色，举个例子啊，拿一个深一点的颜色，这两个都是水晶液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的途中可能会经常去擦笔，对不对？会经常去擦笔，这是棉片啊，稍往上来一点。这是厨房用纸，会经常有多余的粉会擦掉再蘸粉，所以说这一瓶里面肯定是有一些比较脏掉的粉的。然后我们擦干净之后，如果不用了，我会拿这一杯去涮干净笔，把笔涮干净之后，我再去做其他。所以这个只能用来涮笔，2次涮笔，这个是平常使用的，好吧？都是水晶液。拿这个蓝色的没开，红色蓝色吧。这些都是雕花粉啊，咱说过水晶粉它的颜色就是做这个延长的粉，白色、透明，还有这个粉色，一般就是这种常用色。但是做雕花粉的话，它的颜色是五颜六色的，是非常多的，36个、48个，甚至几百个都有的，好吧？来，这个粉有点不太，怎么掺黑色？来，看一下啊，我在这上面给大家稍微一演示。来。看，首先第一个注意取粉量。当我们的这个笔上刮掉多余的液去取粉的时候，你取这么一点点，那么你做出来的这个花瓣啊，我可能顶多也就这么大，顶多也就这么大。先不要管我手法怎么样啊，咱先去看这个粉量。比如说我想画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花瓣，或者我想弄大一点的花瓣，但是最终出来的这个花瓣特别的小，但是我要再扩大的话，后面就是透明的就不够了。所以说在操作的途中，我想根据你在甲面上这个花瓣的大小去取粉。当想要花瓣多的时候，在里面多按压一下去取粉球，粉球取的越大，做的这个花瓣就越大；粉球取的越小，做的这个花瓣就越小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就先注意这一个啊，在做的途中，同学们看一下，我们正常来说用这个雕花粉取好的粉球，它是这么一个状态，它是这样一个状态。放上去之后，看。它不会有过多的那种颗粒感，像这种不会有过多的颗粒感。颗粒感过重的情况下，只能说明是啥呢？你的粉液比例不对，就是这个粉液比例不对。但如果说在做的途中发现怎么样，我们你看这个形状，我们可以随意去铺，对不对？可以随便去铺。但做的途中发现是这种，你重新取一点吧。看。在做的途中，它变成了一滩一滩，就跟水一样，那就说明啥呀，同学们？如果是这种的话，说明是水晶液多了还是少了？这个应该一说都懂啊，正常来说，我们取好的这个，再说一下，看看，可以再加啊。明白吗？一般来说，如果水量过多偏这种摊剂的话，就是水晶液多了。但如果说是做出来它是这种固态的，正常来说我们做完是这种，
来放到这儿之后，它也没有过多的那种粉质感，没有过多的粉质感啊。但是做出来，你看表面我们也可以拿着咱们的笔去塑形，在塑形的时候，笔一定记得，如果发现它变得更软了，那么笔就得擦一下，因为笔上有过多的水晶液啊，需要有过多的水晶液需要擦一下。然后同样也是做一个花瓣，花心的部分从中间往后去拍，往后去拍啊，往后去拍。点的途中发现笔发黏了、分叉了，那说明水晶液少了，那就一定记得再去用水晶液，再去润一下笔啊，润一下笔，然后去做出我们的这个花的形态来。然后笔呢是往两侧去压，把整个花瓣一定压得越薄越好，越薄越好。旁边如果多了可以塑形，可以塑出我们想要的形状来。往后拖啊，想做什么形状做什么形状，这是我们做的这种花瓣，往中间去塑一下形都是可以的，就一定记得把整个这个胶给它摊下去，摊开。发现笔发黏，那就去蘸水晶液；发现太水了，那说明是水量过多，去吸一下多余的水去操作，吸一下多余的水去操作。这么来啊，就这样去操作。来。这一步做好之后，这就是我们基础花瓣的做法，大家先去试一下，先试一下。包括像这种雕花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根据，我多来点水，做出一个小球球。比如说明天咱不是去学做一些卡通人物，或者说卡通动物吗？对吧？你看做个球，做什么形状都是我们可以去拍出来的啊，都是可以通过咱们自己塑形塑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去尝试，注意好取粉量，粉量多的话，花瓣要做大，那么取粉就多一点；然后花瓣要做小，取粉就少一点。然后注意粉液比例，如果太稀的情况下，说明这个水晶液过多，有颗粒感过重。感觉怎么拍它那个面不匀，那就说明它的水晶粉过多了，雕花粉过多了啊。第三个就是我们速度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快，因为它干了就是干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就是干透的话，我们用大力度去捏，需要用比较大的力度去塑形。所以说做的途中一定速度要跟得上，速度一定要跟得上。来，好了，我们去上指甲上操作。拿纸随时去吸着，来在这上面先大致定一下我们想要做花瓣的位置，比如说在这儿，在这个位置吧，这个位置吧，我放一朵花啊，那个是在中间，这个就偏这儿一个，这边放一个，下面再放一个啊，来去分。水晶液弄好之后控一下，在边边刮一下，控好，然后去取粉。然后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取的这个粉，感觉你看粉球这么大的情况下啊，同学看一下，这个笔有点干。取这么大的粉球的话，说明就有点花瓣太大了啊。我们中心取一下，中心取一下。好，你看像这个花一定花瓣是比较大的，这个花瓣一定是比较大的。我们做笔呢稍微给它点一点，可以把水晶液再混进去，然后它变成一个这种状态，然后来从中间向四周开始去拍开，花心一定要留白，花心要留白，先把它拖成一个这种长条状，先拖成长条状，拖好长条之后，我们开始笔呢不要太水，用点压拖的方式往周围去带开。花瓣呢可以根据我们想要的形状去塑造，边缘不用非得特别的规整，但是一定注意这个花瓣一定是薄的，一定要薄。你后缘哪怕把它摊大一点，也得给它做薄一点。这边可以往这儿塑，说实话这个粉稍微有点多啊，因为这个花有点大，想做的咱稍再小一点点。这边塑下来，但是也要注意，有透明的地方，由实到虚，它也有一个虚化渐变的过程。它不代表说薄就代表一定是没有边缘的，边缘不要给它这个做成虚线啊。如果发现发虚了，我们拿笔蘸着透明水晶液，蘸着水晶液去把边边给它刮一下，给它刮一下。你看一个偏大型的花瓣。一般这做好了，从侧面去看的话，它是有一定高度的啊，但是并没有那么的厚，好吧？千万不要给它做厚，一旦做厚就不好看。好，
这个做好之后，来看下一层，一定等它干，它是自然干的，不能去照灯的，照灯也没有用，所以我们需要稍微等待一会儿，稍微等待一会儿啊。我做一个花，我大小会不太统一，就是我不会做成边缘都是特别大的花，我会选择做几种花瓣，大家一块儿来看。第一种呢是这种圆形的，打一个底，对吧？然后也可以做出我们想要其他的形状，比如说两边往里去收一收，也可以给它改一改形状啊。这个大家可以变，自行去改变。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干透，所以说还多少能塑一下。等它干了就不好操作了。然后笔一定要顺着笔毛去用，不要逆着往上顶，一定是顺着往下来的啊。来，第一个花瓣怎么做？跟牙齿似的，把那个里面不能收进去，来，这边做好第一瓣，做好之后，等它干透了，干透之后，我们再去取粉叠加第二瓣花，叠加第二瓣花，第二瓣我会适当的稍微小那么一点点，放到远离花心的位置，但是要靠近，然后再给它把球铺出来之后，往后去带一带，往后去带，然后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做成那种扁椭圆形的，看到没有？往两边去拖，就跟画玫瑰花似的，做出扁长形的小角子、小月牙、小括弧那种状态。从中间往两边去铺，一定后缘是厚的，中间是要薄的。记住啊，后缘是厚的，中间是薄的。你看，这样等第一层干透之后，这两个衔接处它就会有一个分层的即视感，这就不会说好像粘到一起的那种状态。我也做一个不规则的花瓣啊。看好了，第二层花瓣加上去，是不是由外向内侧去做啊？你也可以从内向外做，但是这种做会好做一点。如果由内向外的话，适合什么呢？层层包裹，提前先把这层花瓣塑造好了，再往上加。但用粉的话，这么做会方便一点点啊，看你们个人习惯，好吧？好了，这一层做好也是等它干，等它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加一下，稍微晾干一下，再它加上去。这个花瓣就比刚刚那个要更大一点。下面你看两个花瓣大小不统一，但是花心的位置留着一块深色区域，不要直接聚成一团，因为我们要做两层花，好了，等这一层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去取粉，这边放上去，同样也是离着这个花心稍微远一点啊，然后在它还是这种液态状态的情况下，我们往周围去带一带，带好之后。感觉形状啊，这就水有点多了啊，稍微水有点多的时候不要着急，稍微让它晾干一下，等待一会儿再去铺就好了，好吧？再去铺就好了，不用着急，这个没关系。好了，你看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可以塑形了，我们再去往周围去扩，不一定每个花瓣都得连接起来啊，但是有层次叠加，当然最好。这个我就第一层我就做3层花瓣，都是做3层花瓣。看一下侧面也要多去检查，不要给它做的太厚了，千万不要做太厚。这种内雕花的标准就是一定要薄，因为我们还要通过涂一层胶去给它找平假面。一旦这一层做的太厚的话，那么最终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整个指甲太闷厚了，太闷重了。好吧，好了，第一层做好之后，你看花心位置留了深色区，中间我们给它过渡出来，也有一点点透明的感觉，所以说这种我们可以做花心，也可以不做花心。但如果要做花心的话，我们可以加深颜色，就可以用到晕染液，用晕染液去过渡。稍微加上一点点。跟这个底色同色系的啊，可以占多少一点点水晶液去过渡，就不用再去取那个晕染液了。但是最好不要这么用啊，一定要等粉干透之后再使用，不要在它半干的状态下你弄完了把花都全破坏掉了，好吧？来，这就是用这个叠加了一下花心的颜色。我们其实等它第一层在干的途中，可以在它旁边叠加一些小小的叶子呀。看一下小叶子，先把这个粉给带开，带出就跟我们用那个似的，先带出想大概的形状，然后擦干净笔上不要有多余的粉，然后把这个叶子给它塑出来。
瓶子里装的是什么？哪个瓶子里？瓶子里是晕染液，瓶子里是晕染液。叶子也一定要薄啊！注意做内雕，大家记住一个问题点，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边缘我要画一个大大的星号，这个一定注意，每一个图案边缘一定要干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做一个叶子，想让它有立体感比较强烈的情况下，边缘一定不能有一些散碎的粉出去或者虚化的，它越立体，那么它整个图案就越干净。所以说，不管里面你做成什么样子，但是外面的这个周围的边边，看到没有？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一个状态，这样做出来才好看。其实像这种雕花粉做成在甲面上封层之后的这种浮雕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浮雕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说是想做内雕的话，这种可以在封层后操作，也可以在加固胶之后，一会儿再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，加固胶擦掉浮胶后操作啊，然后加在中间的，看这一层小花，然后再加一个小小的花瓣，小叶子再小一点点。这笔有点大，取小小的就有点，好，把这个拉开，先拉到我们让它想要去的位置上，至少给咱自己定一个那个小方向感，对吧？然后笔呢蘸水晶液，开始把这个它的叶子铺开，水量不要太大啊，边缘注意一定要实，不实怎么办？拿笔去给它做实。带进去，两个花瓣，这不就有了？叶子，两个小叶子就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叶子上面我们也可以再去加一下这些叫什么颜色呀，增加一下它的层次呀，等等等等的。就像刚刚这一个瓶子，这是晕染液啊，透明的晕染液是速干的，也是不需要照灯的。比如叶子，我就用同一个色系了，一定要等它干透之后再使用。在根部的地方，因为它底下这里肯定是有阴影的嘛，所以说我在这个阴影的地方加深一下。咱就整个色系统一，防止出现第三个颜色。今天开播时间晚了一点啊，我们这边疫情突然就严重，就很担心下个月的课程又开不了，线下课。稍微加深一下，是吧？加一点点就好。然后这一层做好来，我们把这上面叠加第二层花，叠加第二层花，一定要做薄，千万要记住，第二层花一定花瓣要小一点，取小一点点的小粉球点到甲面上。然后这个第二层的粉球呢，大家记住，放在这个花瓣是在两个花瓣中间叠加的啊。先去把这个粉给它脱开，脱出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椭圆形也好，什么形状也好，脱好了，开始还是按照我们刚刚的这种手法，笔尖靠向花心，然后后面直接往后去压开，把花瓣带出来，一定要小，花瓣一定要小，不能跟第一层花瓣一样大了啊。花瓣形态不统一会更好看，别太规整。你别说里面跟外面的花大小一样，这个有点接近跟灵芝似的，怎么感觉跟灵芝似的？好啦，这一层，因为我们要做内雕，所以花瓣能薄就薄，能多薄就多薄，给它压下去。但是它还是有立体感存在的。我这个内雕花做的有点大啊，你们可以把它做小，就跟这个似的，是吧？每一层花瓣我画的小小的，画小一点点，看见没有？现在就能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了啊。这一层做好，再继续往中间做。来，我这呢直接做一个稍微卷起来一点点的感觉啊，稍微卷起来一点点的感觉。取粉，放粉球，擦干净笔，涮一下笔，擦干净，然后笔上有多少一点点水晶液，从中间开始，哎。慢慢的往周围去拖动，拖的时候注意内侧要往里面卷一点点，然后开始往外面去卷一点点的卷，让整个这个卷起来。你如果大家实在不会，就先把外面给它摊开一下，然后中间这样往内侧去收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就稍微来那么一点点，点两下，就是先把它摊开，中间保留这个那个粉多一点点，然后在这戳一个洞，这种也可以，好吧？你看这样它不就有花心了吗？咱不能说中间太空，得有花心，有重的地方，有轻的地方。花心的位置注意，也跟其他的粉的高度差不多，不能太高。然后平常雕花也可以这么做，雕花浮雕啊，外雕也可以这样。
一定要薄。我这个已经做的算是偏厚了啊，你们做的时候一定能薄就薄。这种做好搭配好颜色的话，它不会特别的土，不会特别土。你们根据自己喜欢搭配一点，别做大红大紫就好。还是那句话，好吗？还是那句话。好了，这个做好，下面也可以适当来那么1瓣2瓣的花，下面就不做多了啊。做一个小小的花瓣，这里给它陪衬一下，我直接点2个。不好的粉球不要留在瓶子里面，给它拿出来。有点大，再小一点。你这么长时间，那个不就干了吗？能做好，你能控制好没关系，能把握好它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啊。好了，来把这边给它摊开一些。那个这个水晶液分为快干和慢干，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，你们注意好自己用的是快干液还是慢干液。慢干的话慢慢做就行，但如果说你们用的是快干液，一定得加快速度，一定加快速度。这个呢，大家看自己喜好了啊，想加个什么样子的加什么样子就好。然后这边再稍微加一点点，这个下面的就完成，加一个细细长长的，在这儿吧。今天因为很多同学没有这种东西，所以说可能看课的会比较少，等着想等着自己以后我有这个东西了，我再去买，再去用，再去学吧，是吧？也有这种啊，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先能多看一点是一点，以后遇到这样的东西，知道它是怎么来的，至少跟顾客咱们那边也好交代，是吧？晾干一下去。笔尖不动，压后圆啊！笔尖不动，压后圆。少来个小小的晾干，最后关键性的一步来了，看里面有没有杂的这个粉球，没有的话就可以放到旁边。有笔用完了，随时换这个干净的、干净一点的水晶液，给它彻底洗干净，把笔毛收拢，把它收到一边啊。不能直接说是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，不管里面有没有粉或者有没有啥。来，同学们，然后我们这里款式打底封层之后可以这样去操作，也可以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涂在夹布绕平之后，但是一定记得擦浮胶。一定记得擦掉浮胶，前面要干干净净的去操作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习惯性的会在封层后去操作啊。来边缘这所有的问题点给大家写到这儿，接下来然后再说一个下面的步骤，就是当我们这个花雕好了之后没有问题了，然后第3步可以去叠加款式，可以叠加颜色，叠加颜色我写到这儿吧，叠加色彩。
等等，叠加色彩等等，叠加好了，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。等它彻底干透，我们需要去找平假面。找平假面，找平意思不是说是直线啊，是我们找出它的一个侧面弧度来，按照咱们之前学过的甲型弧度的标准高点的位置去找出来。找平的时候，多数以透明水晶粉为主，透明的水晶粉。直接去铺，直接去铺。但是大家如果真的就是说你用雕花胶也好，用什么也好，做不出来，然后包括用雕花胶，我感觉粉我接受不了，我也没有，那么大家也可以用光疗胶去铺出来，可以用光疗胶代替，去找弧度，好吧？去找弧度，所以这个因为只要会做这个的话，控粉量基本上都能控好，所以说都会用水晶粉去铺胶啊，水晶粉去铺胶。你们这个我用啥给你们做一个呢？用粉或者用胶都可以用胶吧，胶你们可能都试一下，胶就比较简单啊，比较简单。我用一个黄料胶，就直接涂胶了，就直接去涂胶，来干干净净的。然后下面的花心我适当加一点点颜色，有一点太灰白。来，等它干透，铺胶。天冷，大家弄个加热垫去垫一下，把这个花包到整个款式的里面去。包进去，所以说为什么这种款式做完会厚？一个这种复杂麻烦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现在都爱做那种都爱卷那个空间感美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后缘做好一些法式边之后，在前缘去做一些内雕花。这说实话，当你这个款式一出现的时候，基本上市面上你可以秒杀掉70%以上的美甲师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就这种内雕款式哈，所以说因为做太少了，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做，雕花还要用，还要去控粉，还要怎么样等等，好多同学做不了这个。好吧，但是如果说是一些老美甲师，他们之前专门去玩这种水晶粉的，那人家可能说是懂的这个。你说实话，这个也是多少年前的一些款，现在因为包含在里面又流行回来，实际上是一个轮回，把这些都学习一下啊，都学习一下。甭管是啥技术，咱就是可能在10年之后又再一个轮回，咱们至少还能作为老师也好，作为当时咱们还是美甲师老板也好，咱都不会轻易的去被入坑。看一下，适当找平啊，找平的时候切记不要一味的把胶铺太厚，看到没有？不要一味的。这边又静默，全部开花了。我就说今天我都在路上了，然后那个因为我姐姐有事啊，没法弄外省，然后我就去回学校去接她，所以今天就晚。然后我们这边爆发突然也是变厉害了，哎呀，这真是比较麻烦。好的，多囤一点。倒置一下下，倒置找高点，然后这就是去用这个胶找平，用雕花用水晶粉也是一样，就是在甲面上覆盖一层，先去照灯啊，完了，碰到边边了，刚刚放到灯里面去歪了一下，这个找弧度应该就不需要多说，是吧？大家都懂。注意两侧别淌胶，不要太厚啊。准备好直钩的工具，你这是让我在家里也得干。你说我就不能说，突然给我封家里了，我走不了，我就休息2天，我就不干了，我就在家待着，我就玩，我就光回大家消息就行了。结果还不行，你看你这已经给我安排上了。好的，老板，我听你的。这个水晶液算快不？算快的。这个水晶液还行，至少咱们新手用没有问题。好吧？我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水晶液不贵，你们从那个某个什么宝上搜就能搜到。
而且它味道，说实话是我用过的近期用过的所有水晶液里面来说，味道算是比较低的一个，还是一个注册商标，还可以去找找。但是它没有什么标签，你们买的时候如果说店里用多注意啊，没有标签。这个有味道，水晶液都有味道，都有味道。你别用了 ，ZK， 你别用了，你就用雕花胶去做内雕就可以了嘛，好吧？来。平替啊，这个光疗胶代替找平，找平之后现在就是这种状态。但是因为假面，说实话，一旦某个角或者某个花你们做的特别突出的情况下，我们这个时候要打磨假面，一定记得要打磨假面。打磨假面给它找出很自然的弧度，不会显得特别厚的时候，最后一步就是封层。最后一步封层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这是我们做内雕的一个整体步骤啊。做外雕花就比较简单了，也没有是一层一层的涂胶。记住打磨的时候不要忘了去把它先盖一下，别的进了灰尘。打磨的时候把你所有的胶呀、笔呀远离一下，别弄脏了啊。浮胶也得擦掉，擦掉浮胶打磨假面。是不是更厚？雕花胶做哪？不，你只要控制好胶量，它都是一样的。控制好胶量都是一样。你用雕花粉泥去做内雕，一旦你取得多了，它也厚呀，是不是？那你用雕花胶做的时候，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我就简单给大家一演示啊，因为这个弧度整体来说还行。注意指尖这个位置别突然变厚下来，我们给它，你看的位置就这个地方做高，很多同学做延长也是不注意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就跟有一个阶梯似的，咱把这儿给它磨薄一点点啊，也有可能是底下的花导致的，但是铺上这么厚的一层，你去打磨的话，基本上是磨不到你做的那个款式的，你做的那个花的。中间你看我教大家去做了这种扁平状的，你们可以用雕花粉做出任何形状都可以包进去，无限延伸。还做蔷薇花，对吧？然后做一个平面的那种，你们可以没事去搜一些这种叫什么浮雕画，你们可以搜浮雕画，看看别人这个他能画在画面上，他肯定是也是有平面，也是有立体的嘛，是不是？看看那种就是平面浮雕画是怎么做的，有什么款式啊，可以就是参考一下。用打磨机磨啊，用打磨机磨会比较快，在甲片上我无所谓了，就拿了一个这个塑条去打磨。底下的话用的是咱打板用的双面胶，打板用的那个红色双面胶贴的是一个刚换的新的，所以说它特别结实。如果比较旧的话，你们在打磨途中可能会松动。用啥包进去，然后用啥找平？用透明水晶粉，用透明的水晶粉去代替透明水晶透粉，我这写了个啥？透明水晶粉。或者说是透明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光疗胶，用光疗胶代替也可以，好吧？用流平胶也可以，但流平胶比较稀，没有光疗胶粘稠，所以说光疗胶它不容易淌的到处都是。我会建议大家用光疗胶或者是水晶液，直接用透明水晶粉配合水晶液去操作，就不需要再照灯了。也是自然晾干，但是那个要磨的话，就得换那个纱条错了啊。这个磨的是胶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软，所以说用这个可以磨掉。但你们如果说是用水晶粉的话，一定是要用这种错条或者用打磨机去磨，要不然磨忒慢了。好吧，哪里厚哪里薄，直接照平就可以了啊。我稍后就不带打磨了，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就行。然后来擦干净两面。防止沾灰，我手上也擦一下，擦干净假面上封层即可，不需要底胶了，直接上封层。对，用光疗胶，我在这都写着啊，咱底下笔记都有，看这不就有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看它就有那种夹在中间一层一层的感觉，我不知道视频里面大家看这种平面画能不能看清楚，但是在我这个角度来看，它就跟镶进去的似的。那就跟昨天咱同学前天的时候说那个玻璃袋是吧？玻璃珠外面是透明的，里面有花的，还有什么琉璃瓶，多少年前家里都有的那种琉璃花纹，可好看，好神奇啊！那是怎么做的？就跟这个一样，哇，好神奇，是怎么做的？它是浮在里面的啊，两面不会太厚，照灯。看看这个整个款式，大家看一下，参考一下深色、浅色的操作。胶呢，我这个也都是用白色，无非中间的深色用晕染液，我还用白色彩绘胶，因为画了2个这种纹路，所以说适当的把画心点了一下，偷了个懒。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去操作一下就好啊。来，我用这个雕花胶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，就是怎么去在支架上、假面上有弧度的假面上做出来。
层之后操作啊，封层之后操作。如果怕那个假面打滑了，你感觉太滑了，粘不放不住那个雕花胶，不要忘了，咱们还是用透明的大力胶呀，或者粘性大一点的不流动的胶，刮那么一丢丢就好，就刮一点点。非常非常少的一点点就够了，然后就比如说这个位置想做一个花啊，咱们就把这个胶放到它花心的附近，就不要超过你要做雕花的大小，放在这儿铺上这么一点点，不需要照灯，不需要照灯，就这么放着就行了，一定要薄，不要太厚了啊，太多的话也会打花，也会打花。来，我把这个扣下来，照完灯了，大拇指。对吧？外雕内雕花，这就出现了啊！就这么做出来的，假面是没有任何状态，没有看不出任何凸起的。来，雕花胶，雕花胶用个棕色的。哎，取胶量少一点，你可以一块儿去，就跟昨天一样，咱们可以一块儿先去把这个球给做出来，也可以一个一个去操作啊。我呢就做成一种这种长条条状，那要做出来，对，像水晶球，是的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昨天咱们一个学员说的时候提醒了我，还真是像个那个水晶球。来放上去，放好之后，拿我们的那个雕花笔呀，用雕花笔或者用锯木棒，先提前也是花心的地方是笔尖，花心的地方去笔尖，然后往周围去扩，一边做一边调整形状，是要椭圆形的还是要什么形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么压的，上面容易有纹路。看，容易有纹路。那个谁，那个那天不是你看了一个款式问怎么做？就是这样压扁之后，拿这个东西或者拿那个咱们刀，然后这么切出来的纹路，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图案啊，就是你想要的图案。你看，这不是也能做？但是这种做完之后，咱不能让整个花瓣这么实，花心处一定要小一点，一定得小一点。所以说用雕花笔呢，咱们买便宜的那套笔里面就带着一支。总算派上了用场，是不是？一直不知道它干啥用的，终于知道它能干啥了。雕花笔从中间开始，内侧要薄，我们把内侧给它做虚化一点点，然后用这支笔把外面给它做光滑，给它拍出去。不要忘了我跟大家说过的，边缘一定要干净，一定要实一点。内侧越往花心的地方可以发虚，但是边缘的地方一定要实，这样花瓣它才有立体层次感，好吧？看用雕花胶是不是也能做？也能做这个，但是做完这一层之后，最好是去照一下灯，再做下一层。最好是照一下灯，再做下一层，不然它容易边缘会融合到一起。先去照一下灯啊，简单照上10秒8秒就行。明天咱们做点用它做点小动物，没有的可以先用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太空，不是太空泥，叫什么泥？又忘了。给开场肯定有胶啊，粘到一块儿，所以说用洗皮水洗一下，清洁水再洗干净。好，这个笔基本上就不开场了。好的，第一层做好，做第二层。我就简单给大家只做外面一层花瓣，好吧？然后你们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就好。还是搓成一个长条条状，看长条条状，放到它的旁边地方，然后开始给它塑形，就是先去确定位置，然后改变形状，最后用雕花笔去找平即可。是不是这就上去了吧？第二层，你们也可以做一层去那个把边缘给它加深一下花瓣的颜色。雕花胶也可以做渐变的啊，可以做渐变的。对吧？这样可以做啊，也是薄薄扁扁的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们去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去试一下，再照一下灯，这个颜色
做一些有颜色的花瓣也是可以。软糖胶可以的，你们就把软糖胶当成这种雕花胶用就好了。它只不过就是一个透明的雕花胶，只不过就是透明的雕花胶。但是软糖胶它有的时候有的那种胶它是发粘的，它粘的很厉害。就是你们一定记得，但凡用这种可以自己拿着去塑形的胶的时候，只要它发粘，就记住去蘸清洁水或者蘸着酒精去使用，蘸着酒精使用，好吧，它就会好一点。而且大家做这种的时候，一定手要干净啊，不然上面又有颗粒又有啥的话，咱就白做了，好不好？雕花胶是可以的，透明的那个软糖胶一样。塑形啊，用它去找出这个花的形状来，然后用这个笔蘸清洁水去给它照平。软糖胶是透明的，你们看到其实好多花就是拿软糖胶做的。现在因为大家觉得买雕花胶觉得浪费，但是软糖胶吧，大家都觉得都能用，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啊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就是用起来啊，它无非做出来感觉就是透明的呗，对不对？外层花瓣这不是也做上去了，就跟这种做法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雕花胶跟雕花粉都能用啊。好了，这是这个，然后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颜色，把笔尖这个位置换一换。雕花粉还有一个作用是啥呢？我先把这个照完灯。雕花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把一个颜色上面给它上色，可以给它上色。哎，照灯之后来看啊，雕花粉，还是雕花笔，一定笔要区分开，笔不要用错了，笔沾这个叶，然后可以这次量要大一点，需要让它摊开一点点，然后蘸这么一丢丢，蘸一点点就够啊。然后如果眼黄色想要多一点，那就多蘸点；如果想要少一点，那就少蘸点。我这个笔太大了啊，区分一次总是取太多，我稍刮掉。你看，你可以用它去做一个小花心嘛，是不是？这些东西还挺好玩的。然后如果说是想要加颜色的话，大可不必这么多，大可不必。来，可以中间加好，笔呢湿一点点，往周围去给它散开，做一个过渡，颜色的过渡，给它散开。就是这些东西都通用，知道吗，宝子们？都是通用的，无非就看大家怎么去使用了啊。然后这边带花心也可以在花瓣上，比如说我把它加到花瓣上，看不见，加到花瓣上，边边的地方，往中间去铺，给做出一个渐变效果来。一定做干净，别做脏啊。哎，加上颜色也可以，好吧？然后这简单给大家演示，这是咱们做内雕的做法以及它的步骤都放在这里了，还有我们在操作中的注意点。最后得给大家看一下图片，大家用完了这个水晶笔一定给它彻底洗干净，彻底洗干净之后再把它收起来，好吧？不要让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粉，水晶粉和雕花粉都不行，都会导致这个笔发硬，把它收好就可以了。水晶液不用了，及时倒掉，放在那儿屋里会一直有味道。然后每次收粉之前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大颗粒，有大颗粒的话把它取掉，没有问题再收起来。在国外大家用的可能量都是比较大的啊，都不是这种小小的。最后就是咱们今天学到的这个，大家再去看一下这个笔记。然后如果有条件同学能交一下作业是最好的，好吧？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版，你们可以随机去做。这种白色上面就是用涂甲骨胶或者用做湿晕做出来的，好吗？行了，你们去试一下。